奥菲利亚漂浮在花丛中，一位诗人消失在夕阳里。英国方糖大王亨利·泰特用毕生收藏在泰晤士河畔建立起一座免费参观的美术馆。从拉斐尔前派到威廉特纳，我们来逛逛泰特英国美术馆。这个展厅呢，布置的就像当时的一场绘画沙龙一样啊。而且这些画的布展方式呢，就它并没有标注这些画家的姓名，这些呢几乎都是在同一时期的画家。在那个时期啊，画家必须要竭尽所能的吸引眼球，不然真的很容易被埋没。在一个角落里啊，看到了雷诺兹的名作啊，就那个小女孩。这幅画呢叫《纯真年代》，后来被无数的人仿制。泰特美术馆呢，不光是收藏于来自于英国的画家，它主要呢是工作或者生活在英国的一些画家啊，比如说来自于威尼斯的画家，来自美国啊，或者来自弗兰德斯。这幅呢是英国画家萨缪尔·斯科特啊在伦敦绘制的。这个呢就是西敏乔，他呢是出生在伦敦，后来呢他也是更换过很多个城市啊，在他的晚年呢，他搬到了一个小城市巴斯。这个是威尼斯画家卡纳莱托在1749年啊，在伦敦的这个圣詹姆斯公园，就是在原来的骑兵卫队的这个地址绘制了一幅画啊。昨天呢，我刚刚在这个圣詹姆斯公园看到了大鹈鹕，即使是威尼斯人啊，也对这样的城市景观欲罢不能啊，以至于在3年之后，他又画了一幅几乎一模一样的。这个是画家格朗日在1636年绘制了一幅全家福。这幅画呢，画的是一个男人和他的2任妻子啊，以及3个小孩在一起。床上躺着的呢是已经去世的前妻，而座椅上坐着的是他的现任。这个展厅呢叫黄金时代与动荡时代啊，它主要展示的是在18世纪末的时候，当时的英国呢急剧扩张所带来的这个经济上的飞速发展，以及农民、工人等的矛盾呢日益加深。然后这个是关于东印度公司的一个题材啊，展现了当时对于印度当地人的一个剥削。这个展厅主要的内容呢，都是和战争相关的啊，包括美国独立战争，还有拿破仑战役当中的这个滑铁卢战争啊。旁边呢有一个小的展厅，关于威廉布莱克。威廉布莱克呢，出生于伦敦的这个苏荷区啊，这也是伦敦非常中心的地方啊。现在中国城就在苏荷区。然后威廉布莱克呢，他是一个怎么说呢，反理性还是什么反科学的这样的一个画家，他不希望一切都可以被测量。然后呢，他终其一生啊都在坚持这个信念。他也是一个比较有争议的一个画家。这旁边又出现了一匹大马，这个看起来就很像这个斯特布斯啊，之前在国家美术馆看的那个斯特布斯的那幅大马。这幅呢是2匹马拼接到了一起。然后这幅画呢是在1994年啊，有一位叫马克·沃林格的画家绘画的。旁边的这幅呢就是斯特布斯画的马了啊，非常帅气，非常简练的发型。英国画家米莱啊，这幅画表现的是一个死亡的主题，修女、墓碑，还有正在挖掘的坟墓。旁边这幅呢也是关于死亡主题的一幅非常著名的作品，来自沃特豪斯。威廉·沃特豪斯呢是一位来自罗马的画家，他呢长期居住生活在伦敦。这幅画呢作于1888年啊，叫夏洛特女士。在亚瑟王的神话当中呢，夏洛特女士是一位受到神秘诅咒的人啊，她呢每天必须不停地织布，她看外界的所有事物啊都要通过镜子。突然有一天呢，一位非常帅气的王子啊，叫兰斯洛特从他门前路过。然后呢，他忍不住看了一眼，于是呢，就不得不面对这样的这个诅咒。这条船呢，就是开往这条死亡之路啊。从他画上这个蜡烛的状态能看出来啊，这位女士呢，即将面对着什么。然后呢，她的表情非常的幽怨、绝望。这幅画除了精妙的人物表情之外呢，还有它周边非常细致的对于环境的描绘啊，这就是典型的拉斐尔前派的风格。这个同样是一幅来自米莱的画啊。这幅画呢，隐喻了很多关于基督教的事情啊，有整体的这个十字构图，然后羊群，还有站在梯子上的鸽子，还有年轻的耶稣手中啊，似乎被钉子钉红了的手掌。这个展厅呢，都是关于拉斐尔前派的一些画作。拉斐尔前派呢，讲究在故事的背景，尤其是对于环境啊，非常细致的描绘。这幅呢是英国画家罗塞蒂啊绘制的一幅歌手，远处那2个，我妈说是他在舞台当中扮演的形象。旁边呢也是罗塞蒂绘画的珀尔塞福涅。我们之前在大英博物馆再去看帕特农神庙的时候啊，讲过这个珀尔塞福涅和他手里的这个石榴。这幅呢是拉斐尔前派非常著名的代表作，来自米莱的奥菲利亚。奥菲利亚呢是莎士比亚戏剧《王子的复仇》当中哈姆雷特的妻子。这幅画呢画的是奥菲利亚之死，整幅画面对于细节的描绘啊非常令人震撼。另外呢就是奥菲利亚她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的表情
点睛之笔。经常演是枝裕和导演的奶奶的那个角色的演员，在他去世的时候呢，是枝裕和就发布了一张悼念的照片啊，那张照片就是取材于这幅《奥菲利亚之死》。你看镜头了。英国画家德雷珀，你看他对于这个夕阳下轮廓光的表现，这是一个神话题材啊，但是他的表现方式非常的写实。这个是美国画家萨金特。萨金特呢，长期居住在伦敦以西的这个科斯沃尔德地区。这幅画呢，就是他在科斯沃尔德区啊，在他的这个后院。这幅画呢，并不是画家想象出来的，而是当时呢，他确实安排了2个小孩作为模特，然后他进行了类似于写生这样的动作。你看这个小孩呢，他的脸部啊被这个灯光所照亮，然后因为这个灯光呢，它外面有一层纸，所以就起到了一个类似于柔光箱的效果啊，所以小孩面部的光线呢非常的柔和。萨金特呢在绘画的时候啊，喜欢用这些现实存在的模特去组成他的画面。这幅呢是萨金特绘制的一位英国演员正在麦克白戏剧当中的一个表演瞬间。这幅画有点像维米尔是吧？还有点像扬凡艾克。然后呢，这个是画家奥尔彭在1900年的一幅作品。然后在旁边介绍当中提到呢，这幅画就是致敬了扬凡艾克。但这个椅子真的好维米尔是吧？啊，不对，维米尔他的这个椅子不会让他坐下，他会在这儿摆着啊，好像让你来坐一样。在威廉·奥尔彭同期呢，有一位来自于英国的画家叫内文森。这幅画呢是内文森在1915年啊，在一战期间，因为内文森当时在一战时期呢，他作为一个医疗兵，然后他绘制的这幅画呢，正是关于一战当中的一次营救。然后他绘制这幅画呢，画面当中其实有4个人啊，这里还有一个死人，他们正在营救这个人。然后旁边这个机枪手呢，正在面无表情的在扫射，他这个子弹啊已经出来很多了啊，说明他可能已经造成了很大的伤亡。然后整幅画呢，也是以这把机枪来命名。这幅画整体看起来呢，非常的规整啊，因为它用了很多这样的三角形，你看三角形的这些呼应在一个区域，然后顶部的这个直线，还有这些弧形啊和头盔之间的一个呼应。这幅画的题材呢非常令人不适，但是这幅画的观感啊非常令人舒适。不得不赞叹威廉特纳的功力啊，他对于这个月亮的描绘，像这个月亮炸开了一样，然后周围呢都是这种战火纷飞的场面啊，好像这个岩浆要爆裂一样，然后中间呢都是遍地的尸体。在尸体中间呢，有一束光亮，下面有一个婴儿。这个婴儿的表情呢，也不像是那种啼哭啊，而是非常的惊愕啊，表现出了他不应有的成熟。这幅画画的实在是太好了啊！其实特纳呢，不只会绘画他所经历那个时代的事件，他呢也会画一些非常久远的事件，比如特纳在罗马帝国时期，他也绘制了一场当时的战争。另外，在这个角落里呢，还有一幅康斯泰布尔的画。这2个人的画呢，在很多时候啊是同时出现的，他们也是在同一个时期最好的英国风景画家。在泰特英国美术馆呢，还有一个专门来自于威廉特纳的一个画廊啊，我们进里边去看一看。这幅呢是威廉特纳在24岁的时候的一个自画像，旁边介绍说这个看起来非常自信的年轻人啊，因为他在那个时候呢刚刚得到了英国皇家艺术学院的职位。威廉特纳在英国有多有名呢？我现在手里换的都是10英镑的纸币啊，然后20英镑印的就是威廉特纳，就是这幅画，然后背景是无畏号战舰，这个是威廉特纳使用过的一个调色板。威廉特纳最为人熟知的就是他绘制的这些非常宏大的啊，关于海、关于雪、关于火焰的场景。这个建筑看起来就非常的北非啊，这也是一个战争的场景。这个是战后，你看给大家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这个人的表情，你可以把它理解为惊恐啊，也可以理解为是惊喜，因为下面躺着一个小孩。这是一幅大洪水的场景啊，看远处的那一抹火光，增加了这种末世感。让我们看一下这些人群啊，这些是刚刚上岸的非常庆幸的人，然后这个人正在奋力去营救下面的人，然后这个小孩呢被这个大人托举着，这个老人呢正在试图去抓这个孩子，然后飞过来了一只鹤。特纳呢也进行过其他的尝试啊，这个小展厅呢展示的是他在画布上进行的这种色彩实验，看他的画面呢整体上啊看起来更加的抽象，可以帮助他在一些需要进行简化的场景的时候发挥作用，同时呢也可以增强画面的色彩感。这幅是特纳晚年的作品，能看到他的色彩实验对他的后面的绘画啊产生了影响。我特别喜欢看特纳海难当中的人的表情和动作啊，他们似乎各怀鬼胎。特纳呢也在意大利留下了很多作品，这幅呢是他在意大利威尼斯绘制的《叹息之桥》，我之前在牛津看过牛津的《叹息之桥》。这幅是特纳在梵蒂冈俯瞰罗马的一幅画，在这幅画当中呢，他致敬了拉斐尔啊，你看这个正在抬头看顶棚的就是拉斐尔。这幅画呢，也在拉斐尔去世300周年的时候进行了展出。这些呢，就是非常经典的港口落日。特纳呢，也是在致敬他的偶像克劳德·洛兰。
这个展厅里面呢，还收藏了他的一些习作和旅途当中的一些水彩作品。在特纳展厅的最里层呢，是英国另一位画家康斯泰布尔的展厅。康斯泰布尔的画呢，很多都是在这个山谷里面进行绘画的这条山谷呢，后来就以康斯泰布尔的名字来命名了。他的画呢，整体的色调又更加的阴沉但是他会用一些突然出现的一些鲜亮的色彩去抓取你的注意力，就像一个色彩游戏一样去影响观者的这个参观焦点。这里还有康斯泰布尔的调色盘。出了展厅呢，能看到和维恩特纳几乎在同一时期的画家叫约翰马丁，他呢会绘制很多这种非常宏大的这些场景据说他的这些绘画呢也影响了很多电影特效大师。在这个展厅的侧面还有2个青铜的雕像一个是维恩特纳，另外一个是安德华·兰普顿。这2幅雕像呢是由一个萨热窝人叫迪米特里耶维奇捐赠的。哇，这里还有加加林，但这是什么？这是个亚克力板好像是。